Hello，大家好，我道道。前段时间一直在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有趣或者比较优秀的旁轴相机了。那这一台就更加不能错过。一直都想说，但是呢，就一直没有说，因为这个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去拍很多样片，所以本来想等多点样片再拍的，但是呢，一直没空，所以就先将就吧，大概有个2卷到3卷。2卷吧，第3卷不知道去哪，得找一下。这个呢，是 Pampo Machina 的那个3R 这个是 OK 看3R 这台相机，有什么好呢？就其实关键好的是那个，最好的是它的是这么小，一台69，然后怎么打开呢？拉开，然后再拉一段 ，OK， 它就打开了。这是它一个整备的状态哦，这个打开 ，OK， 这边是构图，这边是这个是那个对焦，靠近一点点，很有趣哦，它这个视差校正，你看，如果你想很严谨的拍照的话呢，这边是可以调整你拍摄的距离，你先对焦，对好焦以后，它可以通过这个去调整视差，它还挺精密的。这镜头有什么好呢？这台机器我查了一下数据，有的说是1950年，有的说是1949年，也有说是52年发布的。这个3R是那个 Pampo Machina 这台相机的最后一代。这个品牌呢，其实到了后期，它其实一直都在生产相机，其实只生产了这一款相机，应该说，就是说这个品牌到了后期，它就只有这一款产品，它一直在更新，然后1、2、3R 这样子，然后持续了一段时间，好像到了60、70年代就破产了，破产以后就日本给雀闪能收购了，就出了那台Pampo Machina 的6x7。但这一台呢就不是，这台呢是它原版的。我也通过 ChatGPT 去查过这个相机的一些资料，但是呢很多已经查不到了。有些以前我看到过的网站也已经消失了。但是呢，我记得这个相机呢，它的原先是一个做玻璃的那个玻璃眼镜的，就眼镜镜片啊，或者做眼镜的一个这样的工厂。所以呢，它本身具有一个相对比较强悍的那个光学技术吧。到了3这一代呢，它就分成2版，一个3，一个3R 了。只有3R 拥有这个1/4秒的 compute 的快门，而上一代呢是200的，所以就这个3R 就比较值钱了。而且呢，这个3R 我以前看过一个资料呢，说这个是多层镀膜的镜片。然后呢，也有资料说它用了类似多层镀膜，但其实不是，是一种当时使用在投影仪上面的一种比较特殊的镀膜。所以呢，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呢，很明显它跟前代这个镀膜的层次啊，还有颜色都更漂亮。这是这个镜头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镜头呢是100/2.9啊，非常大的光圈。在那个年代有这么大的光圈，这么高的光学素质，真的非常恐怖。而且它结构很简单，我把它拧下来给大家看一下。看怎么拧啊？好像是这样，这样子。忘记怎么拧了。我忘记了，好像是就这样子可以拧下来。对，就这样子。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它是可以换镜头的哦，它有几个镜头，但是我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镜头当然它后组还是会有的了，所以就蛮特别的一个东西。它前后结构都很简单，结构简单的镜头呢，我的经验是比较通透。按照我用过的一些相机的经验来说是比较通透。总体情况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可不可以拧下来？也可以。对，它整个可以拿下来，其实很小了。对，整个拿下来其实很小，就这么一点点大，对不对？镀膜的颜色非常漂亮。然后呢，它是属于一个镜后的快门，就是它把镜间快门装在了镜头的后面，所以呢，它的那个镜头是可以方便替换，就是你换什么镜头其实都很方便。
先把这个拧回去 ，OK， 对，上去了哈。手感非常的好，因为买这台相机其实我已经找了好久了，应该断断续续找了好多年了。下一期视频呢，因为可能我怕录的有点长，我再跟大家介绍这个相机怎么装卷，怎么去使用，我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它还有什么配件呢？这个是一个自动停片的6:9的后背，它还有135的后背，但是它只能够拍单张的。如果改一下齿轮呢，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拍，如果有那个配件的话，应该是可以拍宽幅的。你看它这个拿出来以后。这样子，它手柄是这样子的，这样子握持，然后非常的酷，这样子握，然后它的那个镜头还可以再调哦，换不同的镜头，它可以调它的法兰距，对焦是在这边，然后快门是在这，这个快门非常特别，大家看到没有？是一个很有质感的一个金属镀铬，非常漂亮，然后上弦是在这边。这台相机其实真的，我拿上手，其实我拍的不多，但是这样把玩的时间真的是非常多。它还有另外一个寻奇，对，我忘记了，它就取景这块事情，它都搞了好几个。你看，玩起来，我这个，因为最近在搬工作室啊，我家里面的桌子就好乱了，所以都不好意思给大家看到，非常乱的一些拆剩下的配件啊什么的都在这里。然后它取景器还可以是这样子用的，就蛮特别的。总体来说就这个样吧，然后这边是贴的是皮，应该是金属贴的皮吧，应该还蛮漂亮的是这样开。然后它的后背是这样子的，然后下一期视频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装卷，然后它可以拍9张6:9，基本上是比较完美的。就算如果你计算的好的话，最后一张可能有一点点叠偏，也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完整，但是有可能可以拍出来9张完整的6:9，非常惊喜。好，下期再跟大家说这个东西怎么去把装卷或者很多人都不会装卷买到这个相机，所以那留在下一期吧。好了 ，Goodbye。